因此我会建议说，想要把音乐学好，最好的起手式是降低练习的门槛，但是要提高效率哦。Hello， 我花了2集跟大家讲没有上课的缺点以后，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下怎么样借力使力的使用你的大脑，让你的学习效率更高。其实学习效率更高，换句话说就是我想要能帮助你练琴的时间可以短一点。有的人他预设每天练琴的时间是超过半个小时，然后他没有达到的话就会给自己压力。这种不愉快的压力其实跟练琴挂钩反而是不好的，特别是如果你是学生的话，那读书学习比练琴还要重要。然后如果你是社会人士的话，工作晚了8个小时，你还有家务活要干，就是没有体力跟时间。在这些状况里面，因为你的时间是流动的，所以如果你留到了练琴，可能会造成你休息的时间不够。因此我会建议说，想要把音乐学好，最好的起手式是降低练习的门槛，但是要提高效率哦。所以一开始定你的练习计划是每天5到15分钟就好了，有需要再加强就可以。这集我要解释一些大脑的运作方式，为什么5到15分钟就会够用。首先，我们大脑的运作是树突棘，它每天睡觉的时候会长，就像你在浇花一样，植物它就是每天长一点一点的。再加上科学家们，他们其实有测老鼠的脑波，就是老鼠它的大脑白天做过的事情，那个同样的脑波晚上会再做一次。因此，你白天做过的事情，晚上你的大脑在睡觉的时候就会自动帮你复习一次，非常划算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忌是完全不做，只要有做过，那晚上大脑会帮你复习，这就是非常划算的事情。因此呢，你的练琴安排每天就算维持在15分钟以内也没关系，但是就是每天去做它一点点。还有睡觉要让自己睡到饱。另外有学霸跟我建议说，睡前半个小时是最容易记进去的时候，所以睡前半个小时练也蛮好的。还有我观察有的人他是有午睡习惯的，他午睡前会练一次，这个也是很好的方法。所以第一个好方法是利用你的睡觉时间好好学习。睡觉其实有一个秘诀，就是要观察自己睡眠的周期，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资料。另外，大脑它喜欢在集中跟发散模式中间切换，所以如果你拉长时间做同一件事情的话，你的专注力效果其实不太好。你的专注力是做很久，然后它已经慢慢的变低落了，这个是我觉得不划算的练习或学习状况。也就是说，你限时间安排好你的行程，这样反而是对练习跟过生活有帮助的，而不是越多越好。我们抓紧那个最高效的时间就好了，其他时间可以去做其他重要的事情。还有这一个秘诀有一个重点是，就是要分清楚你现在练的这个音乐的位阶，就是你到底是在练那种发散类，也就是不用努力的思考，然后可以机械性的动作的东西呢，还是你是要练那种需要集中注意力思考，例如说是记和弦名称，或者是思考乐理，或者是专心算拍子的这些方面。这种集中思考的状况，那接下来你就适合安排其他的发散性活动，例如说运动就算是比较发散性的。那如果你现在练的位阶是属于发散型的，就是练肌肉的部分，不用太专心思考的话，那就很适合你在读书读累的时候去练琴放松一下，帮助你的大脑可以切换状况，然后让你的读书学习更有效率。所以大家认清楚体力跟时间的限制，挑需要练的地方专注的练，然后一步一步每天往前走一点就好了。之后也会再继续拍影片跟大家讲怎么样定你的练习计划，你可以最专注的挑你不会的地方，帮助你的肌肉训练更快。
最后再补充一些观念，我们第一集有讲过说学音乐的3种目标，第3种是想要提升能力、训练大脑或肌肉，还有想要演奏出美丽的音乐、享受美丽的音乐。这2种其实都是属于一种长期的兴趣培养，而不是短期的冲刺，所以每天从5到15分钟做起，比较可以帮助你达到这个目标。还有啊，你没有上课的话，对大脑而言也是属于不划算的事情，因为你的大脑原本该做可是不是很熟练的事情，刚好都是老师很熟练的事情，所以去上课的时候，老师就可以很快的帮你把你不太熟的事情或者是忘光的事情补回来。如果是出去玩没有办法练5到10分钟的话，通常我会帮学生录音，有音乐可以听。其实就算只是靠听音乐回想上课的状况，也会对你的学习有帮助。我看过一本运动的书，它是说甚至你回想的时候连肌肉都可以强化。不要小看这种小小的复习，我觉得这么省力然后就有帮助的事情真的是非常划算，大家好好利用你的大脑。第4点是学习的大忌其实是完全把你要学的东西抛在脑后，所以我也说不要跟负面情绪挂钩，因为跟负面情绪挂钩的时候，这个整个东西你都会很想要把它丢得远远的，逃得越远越好。这件事情我们之后也会提到。那今天就讲到这里啦，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你帮我订阅、点赞、分享给有兴趣的人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学得正确、弹得开心。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